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姑子突然造访，向我们借了整整10万块钱，然而到了还款的日子，她只拿出了3万块。她一脸无畏地说：“这钱是你们夫妻俩共有的，你老公说他的那部分不需要还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真是哭笑不得，转头看向一旁的老公，询问他这是否属实。他回避了我的目光，含糊其辞：“哎呀，都是自家人，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。”既然如此，我毫不犹豫，直接给我弟弟汇了20万过去。老公和他的家人看到这一幕，全都愣住了。与李健共度3载，我们计划再置一处宅邸，现今的居所面积不足60平米，原想我们夫妻2人居住尚可，未曾想小姑子学业完成后突然搬入。不久后，婆婆也拎着大包小包来访，她美其名曰是来照料我们，然而自她到来后却无所事事，只待我们下班归来服侍她，每每询问总是以我不会、我不懂、我不知道来搪塞。更令人生气的是，他还屡次催促我们生育子女。我以居所狭小、空间不足为由回绝了他，许是我不肯让步，加之老公可能厌倦了婆婆的唠叨，以及这2年来我与他们之间的不和，他被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于是采纳了我的建议，购置新房，搬离此处。购房便意味着需要小姑子归还2年前所借的10万元。催债之事，我并未亲自出面，而是交由老公去处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短短几分钟内便回来，信誓旦旦地保证小姑子明日便会归还。闻言，我如释重负，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。次日清晨，我正喝着粥，小姑子李云突然从房间冲出，她手中抓着几叠钞票，猛地摔在我面前的桌上。她嘲讽道：“哼，还你了，不就几万块钱吗？老跟在屁股后面催。”我心中涌起一股怒火。自从他借款至今，我从未催过一次，即使催款，那也是作为债权人的权利。他这个债务人反倒摆起了架子。更何况桌上的钞票显然远不足10万。我数了数桌上的钱，只有3万。我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这钱不够10万吧？”小姑子瞥了我一眼，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我借的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哥哥那份他说了不用我还。”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10万的一半不应该是5万吗？怎么这里只有2万？他不屑地反驳：“我哥赚的比你多，所以他的份额自然比你大。给你3万已经很不错了，别贪心不足。有哪个嫂子像你这样小气，整天就知道钱？”小姑子的冷嘲热讽让我怒火中烧。我转向一旁正低头吃饭的李健：“你说呢？”他躲闪着我的目光，含糊其辞：“都是自家人，没必要算得那么清楚。”这时，婆婆也从房间里打着哈欠走出来，不满地说：“一大早吵什么吵？快把这3万收了，剩下的就算了。你这个做嫂子的，给小姑子花点钱怎么了？从你进门到现在，也没见她从你这里得到过什么好处。”她继续唠叨：“你们是亲姑嫂，要互相扶持，别为了几个钱伤了感情。难道钱比亲情还重要？”李健也搂住我的肩膀劝道：“老婆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她一直把你当成亲姐姐。”我瞬间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。回想起当初借钱给小姑子的时候，我就不太乐意。她总是口口声声说要独立创业，李健接连数日温言相劝，甚至购买了金项链作为礼物，还当面许下1年内必定还清的承诺。
小姑子也郑重其事地写下了借据，我这才勉强应允。然而一晃2年多过去，他们却联手赖账，迟迟不还。凝视着李健那乞求的目光，我心中已有了计较。毕竟谁没有个兄弟姐妹呢？我轻轻推开李健的手，取出手机，在他们的注视下，给弟弟转账了20万。我含笑对他们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亲人之间确实不应该太计较钱财。”在他们3人惊愕的表情中，我继续说道：“作为姐姐，我怎能忘记照顾弟弟？既然你们愿意为妹妹花费，我也应该对我的弟弟一视同仁。他正好需要20万买房，我这就转给他。”婆婆闻言大惊，刚才还得意的面孔瞬间扭曲，她扯着嗓子大声斥责：“这是我李家的钱，你凭什么转给你弟弟？”李云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伏地魔，当着我们的面就敢把钱给你弟弟，背地里还不知道你赚了多少次。李云的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，你这个贪婪的女人，一直不肯生孩子，是不是想骗走我哥的钱，然后离婚？哥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李健被我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小柔，只要你把钱要回来，我们还可以好好生活。看吧，只有当他们自身利益受损时，他们才会真正感到痛苦和着急。”我轻笑一声：“怎么都不高兴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你们李家真是有意思，给你妹妹花钱就理所当然，给我弟弟就不行。告诉你，如果你妹妹那10万不还全了，我给我弟弟的这20万，你们也甭想拿回去。”话落，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，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。远处，婆婆的怒吼声依稀可闻：“快去追呀！那可是整整20万！”我刚坐进车里，就接到了弟弟那带着困惑的电话。他问我为何突然给他转账。我嘱咐他先不用管那么多，把钱存好，以后会向他要回来。今天是周末，我无需工作。一踩油门，车子径直驶向了美容院。我豪爽的一挥手，美白、补水、泡澡、按摩，全套服务都安排上。身为女人，确实应该更疼爱自己一点。这期间，李健的消息和电话接连不断。最初，他还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赶紧把钱要回来。渐渐的，他的语气软了下来。他说出了那句男人们常说的：“他们是我的母亲和妹妹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但我一直没有给予任何回应。夜幕降临，李健终于选择了让步。他说他的妹妹已经承诺会还那10万块钱，而且保证在1个月内一定会还清剩下的7万。他用近乎乞求的语气希望我能接他的电话。我陷入了沉思，内心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挣扎。说起来，我和李健相识已经整整8年了，我们的恋情从大学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毕业，而后结婚，至今也不过3年光阴。往昔，他总是对我体贴入微，无论我有什么要求，他都会尽力满足。但究竟是从何时起，我开始窥见他的另一面呢？或许就是从他的母亲和妹妹搬来与我们同住的那一刻吧。他那种过分的孝顺和犹豫不决的性格逐渐显露无遗。他的妹妹未经我的许可就擅自穿上我的衣物，出门时他更是随意使用我的护肤品和化妆品。当我与他发生冲突时，李健却劝我要宽容大量，而婆婆则在一旁冷嘲热讽，指责我吝啬，不懂得与人分享好东西。李健并没有给予我支持，反而捂住我的口，将我拉进房间，恳求我为了他妈妈忍让。就在这时，李健的电话再次响起，迟疑片刻，我按下了接听键。“亲爱的，
我知道我错了。她急切地说，我已经处理好了所有事情。妹妹承诺1个月内会还清所有钱款。她借钱的时候也说过1年内会还清。我冷淡地回应道，这次她是认真的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如果不相信她，难道还不相信我吗？如果1个月后婷婷仍未还款，我会去法院起诉她。既然已经有了3万，我们手头的资金也足够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了。我们明天就去看房，把新房定下来吧。我了解你和我妈妈、妹妹同住，你会感到不自在。我们尽快买下新房后搬出去，好吗？以后也尽量减少与他们的交往。那20万就先放在你弟弟那里，等明天我们选好房子后，再向他取回，用于支付首付款。李健在电话中轻声细语地为我们明天的计划做好了详尽的安排。我们最终决定，明日携手共赴新开发的楼盘，一同挑选未来的家。那一夜，我选择了留在外面，独自开了个房间，沉淀心情。然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第2天，李健开车来接我时，车内居然还坐着他的母亲和妹妹。李健立刻靠近我，轻声解释道：“他们想陪我们一起看房子，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，希望你能理解，别因此动怒。”我并未太在意，只是摆摆手，继续低头浏览手机。当我们抵达售楼中心时，他们确实开始提供建议，但那些建议更像是在挑剔。李云，李健的妹妹，先是表示对房型的不满，她更偏爱卧室带有阳台的设计。接着，她又抱怨餐厅的空间过于狭小，担心家中来客时座位不够。而李健的母亲也随声附和，表示楼层太低，不便于晒被子，太高则让他感到恐惧。他提议，最好是选择中间楼层并带有天台的，那样我们可以在天台上种些小葱和大蒜，为家里节省一些菜钱。我在心中暗自发笑，虽然菜钱可以省，但买房的钱又不是他出，更何况有哪个开发商会把天台设计在中间楼层呢？他怎么不自己去设计？售楼小姐脸上的笑容几乎快要挂不住，但她仍然保持礼貌，为我们推荐了一套面积更大的房型。那套房子确实不错，面积超过140平米，4室2厅，双阳台设计，且客厅的阳台是卧室的2倍大。而且这还是一栋小高层，总共只有11层。这套房子几乎满足了李健母亲和妹妹之前提出的所有要求。果然，当李云看到样板间时，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比之前大了好几圈。李云紧挽着李健的胳膊，娇声说要选这种户型的房子。婆婆也显得非常满意，笑容满面，嘴角几乎要咧到耳根子了。他兴奋地指着户型图说：“就选6层左边这套，没错的，儿子，快去付定金吧。”接着，两人就开始兴奋地讨论起房子的装修来，从沙发的款式谈到冰箱，要选择纯白色的双开门款式。我在一旁听着，都觉得有些好笑。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。我们手里的积蓄可买不起这套大房子。李健面露难色，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。难道又想让我来做这个坏人？以前他总是这样，自己不方便说的话总是推给我来说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还不懂事，把他们当作亲人一样，什么话都直说。那时候小姑子总是3更半夜才从外面回来。李健担心她一个女孩子深夜在外不安全，他就让我去劝劝李云，说我们都是女性，他一个大男人不好插手，还说我劝的话李云一定会听。还有婆婆，
他在家刷视频时总是把声音开得震耳欲聋。李健自己觉得吵，就怂恿我去提醒他。可是结果呢？我说完之后，他们一家人都来指责我，说我看不起李云，不尊重长辈。而李健呢，他只会事后给我买各种礼物来哄我开心，让我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昨天发生冲突的事情，他可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但我可还记得一清二楚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个似笑非笑的表情。你说的挺有道理，但既然如此，你何不自己出钱来买房子呢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厚脸皮的人。怎么，你的这种新式独立女性观念是建立在我们夫妻俩的财力基础上的吗？还有，你哥哥想要装大方，那是他的自由，但我可没点头同意。我的话似乎戳中了小姑子的痛处，她立刻变得激动起来。我用我哥哥的钱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哥哥才是家里的主人，这件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小姑子李云愤怒地反驳。这时，婆婆也从李健身后站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声斥责：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你靠我儿子养活，还敢骂我女儿？我忍你很久了，我告诉你。说完，她冲上来试图抓我的脸，我敏捷地后退一步，婆婆则像个失控的青蛙一样摔倒在地。她索性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，控诉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儿媳妇竟然敢打婆婆。这场纷争很快就引来了一群看房的围观者。我冷笑一声，从人群中一把抓出了试图躲藏的李健。李健，你说清楚，今天这房子到底是给谁买的？我逼问道。儿子，看看你娶的好老婆，她根本不把你妹妹和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。婆婆立刻告状：哥，嫂子这么骂我，你难道不管吗？小姑子也跳出来，委屈地说：我怒火中烧，你2年前借的钱1分都没还，现在又想要房子，你是吸血鬼吗？就盯着亲哥哥亲嫂子薅羊毛。李健的脸涨得通红，突然对我大吼：你给我住口！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怒吼给镇住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。他们的行为令我感到更加厌恶，那种虚伪和贪婪的嘴脸简直令人作呕。李健似乎又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，他降低了声调说：你能不能少唠叨2句？他们毕竟是我的母亲和妹妹，你就不能稍微忍让一点吗？周围看热闹的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我们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愤怒。我毫不犹豫地扬起手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你这个懦夫，就会冲我发火！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我不买了，钱也得全部退给我。我们离婚之前，我不急着要回那些钱，但现在我一刻都等不了了。明天我要是见不到钱，你妹妹就等着收法院传票吧。说完，我拿起手提包，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婆婆和小姑子的尖叫声，但很快被赶来的保安制止了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个贱人，你凭什么把我们的银行卡拿走？哥，你听听张小柔说的，这是人话吗？离开后不久，我收到了售楼处小姐姐发来的视频。她说：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。视频里，围观的群众已经散去，只剩下他们3个人。李健双手捂着脸，半蹲在地上。我叫你们保持冷静，为什么就是不听？我们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？故意不带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，然后借口先用妹妹的身份证签合同吗？可是他先骂我不要脸的，我为什么要忍他？李云不服气地反驳道：李健，你是个男人，得拿出点气概来管教你的女人，她现在都快骑到你脖子上了。我感到心如死灰，他们难道以为我会蠢到被这种拙劣的计策所蒙骗？
我回到李健的老屋，迅速收拾好我的证件，然后毫不犹豫地离开，返回了我自己的家。一推开门，我看到爸爸妈妈正在餐桌旁吃午饭，弟弟也在家。妈妈立刻注意到我阴沉的脸色，她放下筷子，向我走来。柔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在家人关切的注视下，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眼眶也瞬间湿润了。妈，我要离婚。爸爸拉我坐到餐桌旁，让我边吃边说。听完我的叙述，全家人都支持我离婚的决定。爸爸愤怒地拍桌而起：那个混蛋，分不清轻重，你就跟他离，让他以后跟他妈和他妹妹过去吧。弟弟张健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我：姐，前几天李健向我借了3万块钱，还特意叮嘱我不要告诉你。我愣住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是前几天晚上8点左右，那不就是我让他催小姑子还钱的那天晚上吗？我瞬间明白了一切，那个混蛋竟然拿我弟弟的钱去填他妹妹的窟窿。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了这样的男人。他那一副好脾气的样子，原来是被家里的2个公主给惯出来的软弱。爸爸看了我一眼，就明白了一切。他立刻联系人去找李健理论。妈妈穿上风衣，手里提着一篮鸡蛋，冷笑说：不能打人，还不能扔鸡蛋吗？弟弟跃跃欲试，眼神中透露出明显的敌意。我们出门时，门口站着叔叔、舅舅、男堂哥和表姐，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小区的。爸爸一个电话就把他们叫来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有些想笑，但更多的是感动。他们都是来为我撑腰的，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我们一家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李健家门口，我走上前去，砰砰砰地猛敲门。开门的是小姑子，她看到我时愣了一下，然后抬起下巴，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。哼，知道自己没地方可去，所以又厚着脸皮回来了。可惜已经晚了。我告诉你，想当我嫂子的人多的是。弟弟从我身后站出来，瞪大眼睛看着他：你就是那个吸血鬼一样的小姑子。小姑子探出头来一看，发现狭小的楼梯间里挤满了人，吓得她立刻去拉门把手，但爸爸反应迅速，一把拉住了门外的把手。小姑子哪比得上男人的力气，整个人被门带着甩了出来。她急得大喊：妈，哥哥，快来救我！这时妈妈带着舅舅一行人已经冲进了屋里。客厅中不仅有李健的身影，还有一位我们从未谋面的陌生女子。她的妆容厚重，鼻梁高挺，下巴尖尖，一头大波浪卷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。她与李健并肩坐在沙发上，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几乎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。当我们突然闯入时，那女子的手还轻轻搭在李健的手上，显然他们之前的谈话十分投机。母亲一见到这场景，立刻就怒了。她从篮子里迅速掏出鸡蛋，狠狠地朝李健砸去。你这个混蛋，和我女儿还没正式离婚，就急不可耐地找新欢了，你就这么等不及，活不到明天了吗？李健身旁的女子也未能幸免，被几个鸡蛋砸中，她跳起来，疯狂地甩掉身上的鸡蛋液，尖叫着喊道：你们是谁呀？我要告你们人身伤害，我是你祖宗！父亲怒吼道。那陌生女子被我父亲凶神恶煞般的气势吓得立刻躲到了沙发后面。李健显然被我们这一大家子的阵势给吓住了，他哆哆嗦嗦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身体不自觉地远离了那陌生女子。他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：爸妈，你们来家里有什么事吗？这都是误会，她只是我妹妹的室友，来我家找我妹妹玩的。别乱叫，我们家可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儿子。
你就别掩饰了，我们这么多双眼睛看得一清二楚，你的眼睛都快长到人家身上了，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。我身后的婶婶忍不住插话讽刺他。李健慌忙辩解道：不是的，我只是在替妹妹稍微照顾一下她的朋友。表姐立刻接话嘲讽：照顾朋友？如果我们没来，你们是不是还要夜谈到天亮啊？就在这时，婆婆挥舞着擀面杖从厨房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。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他没完，我才不怕你们这些人。她一边叫嚣，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擀面杖，最后竟然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唾沫星子四溅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李家不再要你这个总是帮衬娘家的媳妇了，你赶快把我儿子给你的20万还回来，然后收拾你的东西走人。我早就看你不对劲了，进门这么多年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我儿子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娶了你这个倒霉鬼进门。这是我李家的地盘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就真的报警了。话音未落，叔叔就拿起一个鸡蛋狠狠砸在他的额头上。你这个老妖婆，怪不得能养出那么没用的儿子和古怪的女儿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还有脸骂我儿媳妇是伏地魔？你儿子才是个妈宝男加宠妹狂魔。我妈妈也忍不住大声斥责，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立刻站在我身前保护我。婆婆的气焰一下子就灭了不少，小姑子也已经悄悄地挪到了房间门口。李健吓得脸色发白，不停地道歉和认错：爸爸妈妈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们无论是要打我还是要骂我，我都接受。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我却只是从包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把这个签了，我们从此各走各的路。李健似乎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：柔柔，我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8年的感情，难道就这样轻易放弃？我爸爸一把拽住他的衣领，将他拉到桌前：少说废话，快签字！被叔叔和舅舅拦在一旁的婆婆气急败坏地喊道：你们这是欺负人，让我儿子签什么字？那20万呢？怎么说？你们放心，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贪图不义之财，不属于我们的钱，我们1分也不会拿，但该是我们的，我们也绝不会放弃。在弟弟和其他人的逼视下，李健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签了字。我注意到他签字时每一页都看得非常仔细。房子是李健家的老宅，我们共同的财产其实并不多。李健手里有一张10万的存款卡，而我手里的20万已经给了我弟弟。扣除李云借的10万以及我弟弟借出的3万后，我和李健能分的财产只剩下10几万。我之前给弟弟的20万，现在只需再转账给李健3万多元即可两清。临走前，妈妈和表姐已经帮我把所有的私人物品都打包好了。小姑子看到我竟然把黄金首饰都带走了，急得双眼通红，却又不敢说什么。她终究还是怕了。婆婆坐在地上大哭大闹，要求我退还彩礼和5金，但没有人理她。我们一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离开了。我注意到叔叔家的堂兄在临走前对李云的室友多看了几眼，是否曾有过交集，或者彼此相识。在车上，堂兄为我解开了谜团，他手机屏幕上的画面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是一张被放大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女子妆容浓重，衣着靓丽，手中还握着一只高脚杯。我一下子就认了出来，这不就是刚才和李健相谈甚欢的那位网红脸女子吗？世界真是小啊！母亲也好奇地凑过来看了看，然后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这种女人一看就知道不正经，深更半夜跑到已婚男人家里聊天，说他们没关系，谁信啊？堂兄轻笑了一声：“婶婶，您说的没错，这女人我确实之前见过。上周同事聚会，去 KTV 唱歌时，她就在那儿上班，一名丽丽。”我打趣道：“哥，那你当时有没有点她呀？”“别胡说，我那次只是去唱唱歌，连酒都没喝几口。我虽然还没结婚，但这种类型的女人，我可看不上眼，那张脸整得都不自然了。”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小姑子发来的消息。她的语气十分嚣张，与之前那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截然不同。她发来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李健正在为那个叫丽丽的女人擦拭头发的画面。离开你以后，我哥会找到更好的女人。她可是我同寝中关系最铁的闺蜜，出身豪门，真正的白富美。像你这样既贫穷又刻薄的黄脸婆，注定孤独终老。我平静地敲下几个字作为回应，期待她早日成为你的大嫂呢。到时候别忘了邀请我喝喜酒。对方陷入了沉默，过了许久才回了一句：“有你后悔的时候。”我真是翘首以待他们家族内乱的那一天。除了李云之外，我把李健和他妈妈的联系方式全都屏蔽了。李云这种自恋又爱显摆的性格，势必会在社交媒体上大肆炫耀他亲哥与白富美的联姻。我之所以还留着他的好友位，纯粹是为了在闲暇时刻能观赏他们家的笑话。李云果然不负我望，每天都在更新他哥哥的生活状态。我和李健的离婚冷静期还没过，他就和丽丽公开恋情了。两人十指紧扣，相依相偎，不是甜蜜约会，就是共享美食。他们晒出的照片确实挺上镜的，我随手截了个图，直接发给了小姑子，感谢前小姑子提供的男方婚内出轨的铁证。太棒了，打起官司来你哥得一无所有了吧？井号开心，井号。自那以后，李云再也没有更新过动态，甚至连之前的内容都清空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间1个月悄然逝去。领完结婚证的那天，李健的全家都到场了。丽丽紧贴在他的左臂旁，而李云则紧抓着他的右臂。李健的母亲面色凝重地跟在后头，心中似乎充满了疑虑。在父亲和弟弟的陪同下，离婚手续进行得异常顺畅。有了新欢的陪伴，李健显得毫不犹豫，他甚至当场就与丽丽完成了结婚登记。临别时，李云仍不忘对我嘲讽道：“嫂子，哦不对，应该是前嫂子，真要感谢你的退让，我们李家才能迎娶到像新嫂子这么出色的人。”我深深地看了丽丽一眼，回应说：“不必客气，钱小姑子。说起来，我更应该感谢你，感谢你为你的哥哥牵线，让我得以摆脱困境。离婚为我带来了新的生活起点，摆脱了李健一家带来的压抑，我整个人都感到轻松自在。我甚至请了年假，带着父母去外地畅游了一番。归来后，除了工作，我还在空闲时约同事、久未见面的朋友们共进晚餐，畅谈生活。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，然而我前夫一家的生活却逐渐陷入混乱。我从堂兄那里听闻，李健和丽丽的婚礼上发生了一场荒诞的闹剧。男方的亲戚中有位醉酒的宾客，竟然在婚礼现场拉着新娘就往后台走。他一边踉跄行走，一边醉醺醺地叫嚷着他曾经花过800块钱点过这位新娘，真是荒谬至极。堂兄提及，李健在那一刻面色骤变，铁青无比。曾经的婆婆则是硬挤出一丝苦笑，
全场尴尬无比。若非李云反应迅速，找来保安将那名醉汉迅速带离，真不知还会揭露怎样的惊天丑闻。此事已在社交圈内广为传播。宴席刚刚结束，钱婆婆便冲向丽丽，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。她口中怒骂丽丽为祸水，让李家颜面尽失，甚至威胁要告发丽丽欺诈，以虚假身份骗取他儿子的钱财。李家已经支付了20万作为彩礼，然而丽丽所承诺的100万嫁妆却踪影全无。但丽丽绝非善茬，她迅速反击，将李健的母亲推倒在地，接连回击了10几个耳光。等到酒店员工将他们分开时，钱婆婆的脸庞已肿胀如同猪头。此后，婚礼上的这场闹剧被好事者传得沸沸扬扬，李家因此沦为笑柄，成了大爷大妈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小区里的一些人甚至对李健一家避而远之，连遛狗都绕开他们家楼下。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带来了厄运。1年之后，李健找上门来，他整个人消瘦得脱了形，衣着不整，胡须未刮，头发也长得凌乱不堪，看上去就如同街头的流浪者。与我光鲜亮丽的外表相比，他显得如此落魄，差距悬殊。当我打开门，他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：“柔柔，我已经自由了，你能否再次接纳我？”我轻笑了一声，满是嘲讽：“我又不是废品收购站，不接收任何废品，特别是你这种连基本分类都达不到的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手紧捂着胸口，仿佛要将心肺都咳出。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，迅速躲回屋内，关门上锁，动作一气呵成。他在门外又哭又笑，疯狂地砸门，声音带着无尽的哀求：“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该听信我妹妹的话。”他欠了一大堆债务后消失了，追债的人找上门来，房子被收走了，我妈妈也被气得生了病。他的声音充满了悔恨：“当初我就该听你的，不该借钱给我妹妹。”他说的创业其实是被人骗去做了微商。他不仅从我们这里借了10万，还在各种网贷平台上贷了70万。还有刘丽丽那个泼妇，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只知道向我要钱。我不给他，他就去我单位大吵大闹，我因此丢了工作，还从他那里染上了一身病。我真的错了，我失去了你。他的忏悔和哭喊持续了近半个小时，最后我选择了报警。警察来将他带走了。仅仅1年不见，他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我心里五味杂流，有些同情，又有些嘲讽。后来我听说李健出了事，他疯了，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这样的结局，或许是他们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不自己作死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。李健的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曾经的伤痛似乎还历历在目，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可以任人摆布的我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要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不让过去的阴影再次笼罩我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没有寄件人的信息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我和李健大学时期的合照，还有一封信。信的内容很简单，只有一句话：“谢谢你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”我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，也许是李健的家人，也许是他的朋友，但无论如何，这都让我意识到，我已经走出了那段过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挑战。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，也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。闲暇之余，我会和朋友们一起出游、聚餐，
享受着生活的美好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瞬间愣住，是李健的妹妹李云。柔柔姐，我知道我哥对不起你，但现在他真的很需要你。他现在在精神病院里，每天都念叨着你的名字，你能不能去看看他？李云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好，我会去的。当我再次见到李健时，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。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，眼神空洞而呆滞。看到我时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挣扎着想要站起来。柔柔，他喊道：柔柔，你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流。曾经的李健是那么骄傲和自信，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忍住泪水，走上前去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。李健，你要好好治疗，早日康复。我说道。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泪水滑落下来。柔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。我们都会犯错的，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并改正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治疗，早日康复。离开精神病院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李健，他依旧站在那里，目送着我离去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康复，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回到从前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几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李云的来信，他说李健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，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我看着信中的内容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。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。而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。我遇到了一个真正懂我、爱我的人，我们彼此相知相爱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。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小女孩了，我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、自信的女性。回首过去的那段经历，我感慨万千。或许没有那段经历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；或许没有遇到李健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感谢那段经历，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如今的我已经走出了阴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。如今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如今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珍惜身边的人和事。如今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爱自己。日子在平淡而温馨中一天天过去，我和男友的感情越来越稳定，我们也开始规划未来，而李健也逐渐从我的生活中淡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李云的婚礼请柬。她在信中说，她和男友即将结婚，希望我能参加她的婚礼。看着请柬上幸福的笑容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婚礼当天，我穿着一件得体的礼服，带着微笑走进了婚礼现场。李云看到我时，激动地跑过来抱住了我。柔柔姐，谢谢你能来，她说道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笑着说道，傻丫头，你的婚礼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婚礼进行得温馨而浪漫。当新郎新娘交换戒指的那一刻，我看到李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知道她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然而，就在婚礼即将结束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，是李健。他穿着一件整洁的西装，看起来精神多了。他看到我时，微微一笑，走了过来。柔柔，好久不见，他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笑着说道，是啊，好久不见，看来你恢复得不错。他笑了笑，说道，是啊，多亏了你的鼓励和支持，我现在已经重新开始工作了，
也在努力面对过去犯下的错误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感慨。曾经的我们，因为爱情紧紧相连，如今的我们虽然各自安好，但那份美好的回忆依然珍藏在心底。李健，我衷心祝愿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说道。他点了点头，笑着说道：谢谢你，柔柔。我也衷心祝愿你和你的男友能够幸福美满。我们相视而笑，那一刻，所有的过往都化为了美好的回忆。几年后，我和我的男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我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，只邀请了亲朋好友。然而，在婚礼现场，我却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，李健。他带着一束鲜花走了过来，微笑着说道：柔柔，恭喜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接过鲜花，笑着说道：谢谢你，李健，也祝愿你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他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他已经放下了过去的执念和伤痛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而我们之间的过往也成为了彼此心中美好的回忆和珍贵的经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